好，今天来介绍我外出旅游会使用的3大旅拍神器，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那第一呢就是 iPhone 17 Pro Max， 那再来呢就是 AirPods Pro 3，那下一个呢就是 Insta 360的 Go Ultra。各位朋友，那我们这次受到 Tesla 台湾的邀请哦，让我们有机会飞到美国的德州跟加州去参观它的工厂，还有他们的 diner。那因为这次的行程安排算是非常的突然啊，那我想要记录整个过程，但我想要说这个拍摄的过程是比较自然，不要那种有太干扰性、太商业性的这种拍摄方式。那所以首先呢，我就决定不要带这种大的相机去自己拍摄。那因为其实，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很多地方它的拍摄是有限制啊，你今天在外面可能用一些小相机拍还可以，但是大的器材要进去是不太可以的。那所以为了整趟旅途的轻便啊，随时可以抓拍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器材大致上就剩下可能手机或者小型的运动相机。那在我们正式去的，其实大概前1个星期我们才知道哦，我们有被邀请嘛，所以这中间做功课的时间还有整理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后来我决定用的组合就是 iPhone 17 Pro Max、AirPods Pro 3，还有 Insta 360 Go Ultra。那很意外的这样轻便的组合，让我这次拍摄起来非常的顺利。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这3台都可以完整整合在苹果的生态链里面。那首先就先来讲这一台 iPhone 17 Pro Max。那这一次 iPhone 17呢，我觉得更新的最大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前置镜头。现在你在垂直拿的时候，或是横拿的时候，它要拍摄横视跟直视的都可以。那其实一开始在发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应该我最期待的功能。那在实际上手之后呢，发现这样的拍摄真的超级方便，在前面就可以同时看到你这个前萤幕的取景。那其实我很多 vlog 在这一次的各个过程，我都直接这样手持做拍摄。那因为在拍摄的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要记录长影音的这个形式，那我们就是拍横的；那短影音的形式，我们就会拍直的。那在这种时候呢，我在不管是进 diner 或在工厂外围在拍摄的时候，我手持手机的方式从来都不用改变，我直接上面按几个按钮，它自己就会改变它拍摄的格式。所以不止超级工厂，连我们后来去 Tesla diner 这样的拍摄形式，我都有大量使用。那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因为我垂直的时候，它也可以拍横视的嘛。那这个对比先前我们必须要横拿拍横视的来讲，你眼睛在看镜头的方位会偏掉。那现在我直拿的时候，我直接是拍横视的时候，我的镜头还是在置中的方位。那这样整个影片看起来的眼神就会非常的自然。那同时，如果你今天有更多人要一起入镜来，你这个转过来的时候，要大家一起看到这个荧幕、看到取景的时候，那大家的眼睛看的都会是同一个方位，不会像先前拍摄的方式会偏掉。所以呢，这次这个新的前镜头设计真的是有超多的优点。那为什么这次 iPhone 17系列我选择的是17 Pro Max 呢？那第一就是它的电池容量最大，那外出拍摄嘛，就想要在长时间都有很好的续航，可以拍很久。那第二呢，就是它荧幕也是最大，那整个取景跟构图就更加的容易。那第三呢，就是 Pro 系列啦，那毕竟它是有这个长焦镜头，然后主镜头的表现也更好。那我们今天在一些拍摄像车子开过来的场景，我想抓远一点的镜头，就可以用它的4倍镜去拍摄。所以呢，在你没有其他摄影器材的情况下，你要有这个长焦镜头，其实在我们这次工作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关于 iPhone 17，其实我有很多独立的影片在讲它的心得啊，讲它的优点跟缺点。那如果想要对这方面在拍摄上面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去看我其他影片哦。好，那下一个神器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就在收音的部分。那苹果在9月的更新呢，他们让他们新的 AirPods 4、AirPods Pro 2，还有新出的 AirPods Pro 3都可以支援录音室等级的收音。那刚好啊，先前我也是刚上手这个 AirPods Pro 3嘛，我们要借助这个旅游去测试它这个不管是飞机上的降噪啊，还有它的音质怎么样。那更巧的，我就可以直接用 iPhone 连上它当我的收音麦克风去测试它的收音。那说真，它收音效果真的是出奇的好。那如果你先前有试过用任何 AirPods 在旧的 iOS 系统上面要拿它当麦克风，应该都知道它收音品质并不是这么可靠。但现在呢，这个新的更新之后，只要你用的是新一点的 AirPods， 你使用是 H2 晶片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苹果说的录音室等级可能有点夸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你今天有一点距离要收音，或者在机场这种比较吵的情况，在飞机上面要收音，它都是完全做得到。那我这边就放几段实际的收音给大家听看。那首先我们先放户外的收音，我这边是 Austin 的 Tesla。那我们中间从台北然后飞到San Francisco， 然后再来 Austin 转机，然后中间再飞了总共10几个小时，然后加整个旅程在20个小时左右。那现在我们可以，我的天哪，还是不敢相信，就是在这边。那再来我们来听听看室内的收音，拿到这个超级工厂特别参观的贴纸，上面写 Family Friend Tour， 然后这边还有 Giga Texas， 它这个是限量版本的铝罐瓶装水。那下一部分我们来看看在机场这种同时有人在广播，很多人在来来去去讲话的时候的收音。那我们上次影片有带大家参观的超级工厂在奥斯汀，那我们现在下一个点呢，还是要到特斯拉相关的东西，我们会到 LA 去参观他们的 Tesla Diner。
那这个也是非常期待，因为其实从几个月前 Tesla Diners 正式开幕之后，我们看到非常多影片，但没有先去过，很想去现场体验。不管人家说它食物其实蛮好吃的。那下一个就是大魔王，就在飞机上这种引擎声很吵的时候，飞机上又有那个风接声很大的时候，它收音怎么样？这次全程录音都是用 AirPods 直接收音，然后跟我的 iPhone 听起来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在试听起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即使在都会有噪音的情况下，好像录音的水准都还不差，所以以后可能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就不用再另外带一个麦克风。这个是 Insa 360 Go Ultra， 这是我是录那个第一视角用，这不是麦克风。那大家有没有听到？不管是很困难的户外，或者在飞机上，它的收音品质都非常的可用。那要提醒一下，在户外的话，如果风真的很大的时候，它还是会有风切声。那除非你有这个兔毛可以去盖它，不然可能还是会有点问题。但是其他室内的这些情境，即使在这个噪音是非常稳定的飞机上，它都是非常的好用。那这个完全打破我先前需要再另外找麦克风再连接再来收音的这种困境。那如果想要这样用的人，设定上有几个点你要去注意。那首先在你连上你的 AirPods 之后呢，先到设定里面的声音与触觉回馈，找到输入的选项，那记得把它强制设定成 AirPods， 那这样可以让你在有连线要开启相机的时候，它都会主要选择 AirPods 来收音。那再来进到相机的画面的时候，下面选择录影，那你从右上角向下滑，那你就看到上面有一个绿色这个药丸的形状，把它点下去。那这边你可以在 Audio Input 的地方再点下去，看里面的设定，确认现在是用 AirPods 来收音。那通常你第一个步骤有设定好的话，这边通常都是啊，但是我们录影嘛，在外面在拍摄，有时候还是要比较确定。我在开录前都会还在确认第二次。好，那这样还没有结束。那再来呢？你看下面这个框框，它会有3个选项：自动、标准，还有语音隔离。那我们测试过，我觉得收音品质最好的就是标准，你不要把它调成自动或是语音隔离，因为它有时候它会去处理掉一些它以为是噪音，但可能也会把你声音盖掉的这种设定。那虽然呢，语音隔离它可以隔离的很好，但我觉得它声音处理上有时候会有点不自然。那如果你用标准的去收音的话，即使后面还有一些噪音，事后要再去后置处理都非常的容易。那再回到 AirPods 本身的设定啊，在降噪和通透模式选择下，我测试起来，如果你开启通透，它的收音品质会更好。所以现在这个新的功能出来之后，我蛮建议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很多时候可能你根本就不用再另外带麦克风了。好，那下一个我很推的旅游拍摄神器就是 Insta 360 Go Ultra。那这台虽然已经出一阵子了，但是现在外面还是非常缺货。我们在出国前几天要找的时候，要买都完全买不到。那最后我们是找了很多家，最后才租到1台可以让我们带出去拍摄。那我们本来理想的状况是可以租到2台，让我们可以有2个镜头使用，但是它就真的太抢手，只租得到1台。那首先啊，这个外形看起来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运动相机。那其实，在外出拍摄的时候，本身一个那么小的相机对比大相机来讲，运动相机的这个外形，它的侵略性就稍微低一点。但这一台我觉得它更大的差异是在于它相机的本体是可以直接分离出来的。那这样让它在拍摄不同场景的时候有更多的变化性。那首先啊，像本来这个用法，你要直接手持啊，当这个主要拍摄的相机，或是拿上这个自拍杆，或是要自拍，它这边有萤幕可以翻过来。那基本上也都是可以。那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啊，这个可以分离的这个相机主体呢，你把它拆开来之后，那还有这个配件可以让直接吸在你的胸前这样子。那如果你要拍摄胸前的第一视角，就直接这样拍就可以。但另外呢，它里面也是有另外一个配件，就可以让你直接夹在它的帽子上面。那这样的话，你要直接这样用成第一视角拍摄也是可以。那因为它后面这边是磁吸的设计嘛，所以像我们这次去拍车子的时候，那你要用这个磁铁，你今天可能想要用你的车子直接当成吸铁来固定去拍摄的话，你直接吸上去也是可以拍摄。那因为它吸铁的设计，你今天要拍横视着你这样吸，你要直视着你就这样反过来插，所以它其实光小小而且它的变化性都非常多。那在讲到它其他拍摄的这些情境之前呢，我要讲我另外一个选它的原因，就是以我们都是苹果生态系使用者来说呢，它跟苹果生态系里面的串联性非常的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支援原生苹果的 Find My。那我们外拍带一堆器材，最怕就是这种小相机不小心掉在什么角落车上。那你在里面设定完了，你可以直接把它跟苹果的 Find My 做串联。那你设定完之后，这个 Go Ultra 就摇身变成像 AirTag 一样，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看到它的定位。那如果真的找不到，你还可以开启这个音响，它也会播出这个声响，真的就像苹果生态链里面的装置一样，随时要找到它都非常容易。那像我们自己常常在外面拍摄，尤其这次就是拍特斯拉的车子，我们很多时候它这种运动相机都是掉在车子座椅的底下，所以他们这次结合苹果的寻找功能，真的是减少了我们困扰。那再下一点，我刚刚讲就是 AirPods 现在的收音很好，那这个 Insta 360 Go Ultra 它也可以直接串联 AirPods， 用 AirPods 当它的收音麦克风，所以这3个装置 iPhone、AirPods 跟这 Go Ultra 就可以完全结合起来，它就变成是一个我自己摄影双镜头的生态系，还有麦克风，那省下超多麻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可以拆卸的相机体，你看它一拆下来之后，真的可以让它这个相机的主体
体缩小非常多，那拍摄 POV 非常方便，那摆放的位置非常有自由性。那刚刚讲嘛，这个胸前 body cam 的这种视角，平常这样吸在身上，在拍摄的时候，别人也不会觉得很有侵略性。那同时一个超大的优点就是我解放我的双手，你看我这样吸在身上，按下拍摄，我完全不用管我怎么去拿我的相机。那所以不论是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的过程啊，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在购物时候的过程，那像我们那天去 Target 记录我们买衣服，双手都可以去翻衣服、翻产品。那我们最后买一些星巴克走出来的时候，我要上车，我手上拿着我的手机、我的钱包、另一杯咖啡，那同时又可以在拍摄。那这个第一视角，我觉得就是记录这种外出或是美国的生活、旅游的生活是非常的自然。那另外像是我们这次有其中一个环节是去开箱 Cybertruck， 那有时候在使用车子啊，在使用车机开车的第一视角，我可以去展示这个车的功能啊，开车门去开行李箱给大家看，我就不用再手持一个相机去用它。那再下一点，我们这次测试 Cybertruck， 除了这台车的开箱，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测试它的自动驾驶。那虽然说是自动驾驶啊，但是以现在的法规跟安全性来说，你双手还是要随时待命，准备好去接管。那眼睛自然也是要看路。那像我想拍摄这个自动驾驶的过程，总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违规了我要去拿着一个相机去拍它，然后一只手去扶方向盘，眼睛可能还要看我拍摄的画面。但我现在用这台，我就完全不用管。我今天不管是可能吸在我的胸前，可以清楚的去拍摄，我手没有在方向盘上面，我脚也没有踩着电门，然后同时还可以看到我怎么操作这个车机的荧幕。那再来呢，你这样拍摄完，如果你觉得视角太低，你想要让大家看到说你眼睛现在看到路的路况是怎么样，那我就戴着帽子，用这个方式把它吸在前面。那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再调不同的角度啦，看你要什么角度去拍摄。但这种时候我就带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从我眼睛的视角，让大家可以直接看到我看到什么。所以我刚刚有讲了，最完美就是我有2台，这边可以挂1台，然后帽子上面可以挂1台。那这个都是先前用手机或其他大型相机没有办法办到的。那另外像是吃播，像我都不露脸，对不对？那我要吃播总不能拍着我自己戴着口罩吃东西，对不对？那这种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挂在我的胸前。然后一样啦，第一人称的视角可以看到食物，然后可以看到我拿什么东西，双手解放出来，然后拿到我前面，让大家看看这食物长什么样子，拍起来也不会这种卡手卡脚的感觉。那其实这个第一视角的拍摄方式呢，我觉得当然是除了你解放双手出来很方便之外，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不用去想说，现在有哪个器材你要去操作去处理，还是说去看它的画面，就是挂在你的胸前，挂在你的帽子上面，你一按它就直接开始开拍。那这种时候你在你的行为模式会更加的自然，因为你不会再去想着另外一个摄影器材，可能几分钟之后你就忘了它的存在。所以我自己回头来看，因为这一台所拍摄到的画面，让我觉得更有生活感，更加自然。那下一个部分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它的画质怎么样？看起来那么小一台，其实我们这一次全程都是用它拍摄4K 跟 HDR 的影片。那像比较困难的这种明暗对比，像我们户外在介绍这台车的时候，那德州太阳很大嘛，那外面有蓝天，那很多时候如果这种明暗对比很强烈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天空很明显，然后你的主体可能太暗，或是主体很清楚，但是天空全部都过曝。那这个我以前可能不太敢用这种小相机做这样的拍摄，但这次大家可以看到拍到的结果其实都还不错。我个人觉得白天这样户外拍摄的画面是完全可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拍摄起来比较困难，就当你进到车内的时候，尤其在白天开车的时候，可能在前挡玻璃外面的天空很亮嘛，那这种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啦，你想要拍到车内车机操作的画面，还有路况的画面，可能2个这个对比度就只能选一个清楚。但我们这次这个 HDR 上面的拍摄，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还是蓝的，那里面的车机操作也是非常的清楚。那其实我们车机的这个画面使用的是夜晚模式，但我们在这个2高对比的情况下拍摄呢，2边的画面都可以非常清楚。那这个就代表它 HDR 拍摄的表现是非常的好。那当然我们这样测试算是比较极端一点，你们一般人在旅游可能不会很多情境是这种明暗对比那么强，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我们要测试比较极端的方式，就代表说你今天可能在不同情境在拍摄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先去设想说，我这样我的相机拍不拍得到？你应该就是看到什么情境，看到什么环境，在旅游的时候看到小孩一个很可爱的情况，你按下拍摄，它就是要可以拍到。那你不用去担心那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你还去想要用什么器材去拍摄，还要先去看它的取景，那这种时候你可能就会错过这个画面。那事后要再制造那个情境，就会显得很不自然。所以我们这样测试就代表说，这次的 Go Ultra 在各种情境下都非常的好用。那讲到情境啊，那这一次这个 Go Ultra，因为它可以跟它的主体分离嘛，那也让我在拍摄上有很多比较创意的用法。比如说我这次在飞机上，我想要拍除了我自己第一视角之外呢，我也想再带一个镜头，就是从前面向我这边拍。那不管拍我可能在吃东西，或是拍我这个商务舱的空间，或躺下来睡觉的样子。那这种时候呢，我就要在拍的时候，我可能也想确定，因为我可能一架上去我就要拍我睡觉，可能这个过程有差不多快要10分钟，那我可能想先确认说，这个取景跟这个角度是我要的，因为毕竟架得比较远。那这种时候呢，因为它分离开来，但是它的主萤幕还是可以拿来当监控萤幕用，
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我的桌上，然后这个把它架在上面。那这种时候我就确认我的取景，我就可以躺下来开始拍摄。那另外呢，因为它主体非常轻巧，所以我今天要吸在飞机上面任何地方就不用怕那种整个那种很大的相机吸在上面会掉下来。那另外一个拍摄的情境，像我们现在刚拿到新的徕卡相机嘛，那我们在外出街拍摄的时候，很多人你们知道那种街拍摄影师都会有一个相机吸在身上或者在他的帽子上。那先前的话，这种运动相机他们可能要用一个特别的绑带，比较大比较重，然后吸在身上，那可能跟你整个穿着的造型就不太搭。那或者是在卡在帽子上的时候，它的重量也会非常有感。那现在我们用它来拍摄我们出去测试相机的第一视角呢，它就真的是非常轻便，非常好用。那不管是胸前啊，或是帽子上，可以让大家比较能感受到我们使用这台相机的真正的第一视角的感受。那另外呢，其实 Insta360他们自己本身产品线也算非常广，那周边资源的配件也很多。那除了像我刚刚讲胸前这个磁吸是它本来就内建的，然后还有这个帽子这个磁吸配件也是我们这个套组里面本身就有。那另外它还有像是这个自拍杆啊，然后上面有一个无线的遥控器，那下面也有三脚架。如果你今天要远一点来拍摄，那另外如果你又想收音的话，那你可能本身没有 AirPods Pro 的话，那其实他们有出一款小的叫做 Mic Air， 那非常的小巧，跟这个非常类似，你挂在身上可能就会忘了它，那一样可以直接配对使用。所以不只是在苹果生态链里面可以配合，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生态链，可以买到不同的配件。那这次外出拍摄，因为行程安排真的非常非常的赶，那我也希望尝试用非常轻便的这种方式来做拍摄，因为以前如果带太多配件，有时候会因为可能太复杂，或是可能懒得去拆装什么而少用一些配件，或者是说太多不一样的档案，事后很难去整理。那所以我们在短短几天内做的功课，那我就想说尝试用这3个装置来结合起来拍摄。那不止携带上，你看非常的方便。我相信外出旅游啊，只带这3样去拍摄，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极简。但同时呢，它又给你足够的拍摄自由度，因为你的手机基本上一定随时在手上嘛，想抓拍什么马上拿出来拍。那像这个 iPhone 17前镜头又可以这样，真的超好用。那如果你今天手机真的在做其他事，或者可能在处理事情没有办法直接来拍摄的话，那我这个 Go Ultra 就随时挂在胸前，按下就开始拍摄，画面就不会拍不到。那一样可以跟苹果生态链做完美的整合。那再来这个你平常旅游可能就都会带着的 AirPods Pro， 那现在直接串联拿来当麦克风，不管你要跟 iPhone 做串联，跟你的 Insta360 Go Ultra 做串联都可以。所以这次真的这样走一圈下来，这样拍摄器材的搭配，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任何情境都可以快速抓拍，也可以确定它的收音没有问题。那甚至呢，我还可以有个双镜头不同的角度，2个相机一起搭配。那所以大家最近啊，如果有想要去做旅游啊，想要做一些拍摄跟记录，拍小孩、拍家人的话，你想要很轻便，不想要帮家人、帮小孩带一堆东西，还要再去想大的拍摄器材，蛮建议你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搭配拍拍看。或许会改变你本来不想在外面做太多拍摄的这种情境。那这样除了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咯。好啦，那所有产品相关的连结资讯我会放在下方，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或其他的组合、其他的搭配想要建议我们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区一起建议。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见，拜。